马蹄又称荸荠，是一种精粹可口的水生植物。很多朋友对于马蹄的认识都是来源于淮扬名菜里的狮子头。其实马蹄的做法可是非常多的。今天健康新时代就为您带来了马蹄的别样吃法，美味的京都马蹄饼，以及酱香味十足的马蹄烧汁鸡腿菇。营养师更要告诉您关于马蹄的奥秘，喜欢马蹄的朋友可不要错过。走进健康新时代，快乐生活吃出来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，我是大嘴。说起马蹄，它呢原产自印度，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呢是红极一时的贡品，而现在呢在很多中国的南方地区他们经常的吃。可对于北方人来说，接触一个马蹄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今天健康新时代就教你如何来做跟马蹄有关的菜品，给您带来2道菜，都出自于叶大厨之手。欢迎叶大厨。马蹄可能对于南方人来说很常见了，对于北方人来说，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营养，也不知道这马蹄怎么吃才能够合理的将它的营养摄取得到。给您解答这些问题的是我们的顾平顾老师，欢迎顾老师。大家好。2道菜品，叶大厨，第一道菜是什么？京都马蹄饼。制作京都马蹄饼需要的原料是可口爽脆的马蹄，富含氨基酸的香菇，有清肠作用的冬笋，美味的豆油皮，以及新鲜的五花肉。这个马蹄又叫荸荠，是不是？一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江南一带，或者是安徽，对，他们湖泊池塘湖北、湖南都有。对。我想问一下大厨，你看这个马蹄，咱在市面上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技巧？首先，我们首先看它这个水分比较充足，因为水里面生长的植物，一定要饱满。光泽很有光泽，色泽就是深红色、枣红色。那这种荸荠我们看就是看光泽，那捏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紧实一点的。对，是不是？紧实一点，不要有捏的很饱满这样的，你看这就不会有问题。捏起来是非常好。对，然后其实你看我刚才听那个顾老师说，顾老师呢是淮阳人，是哪里？常州那一带的。常州人。对，常州人，你们小的时候经常在路边会买这个零食，就是买这个马蹄。是没错。它是可以生吃，然后直接呢会有人专门他们给把那个皮削掉以后呢，用个塑料袋装好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就像在这边买这个甘蔗一样。对，跟买甘蔗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把皮给你打好的那种。其实它和甘蔗还有一点共通之处，就是说它都属于是比较甜的这种植物，又甜又脆，然后很脆爽，多汁。你看这个马蹄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它是能生吃的，老师也说他们那边作为零食来吃。是。可是似乎这个生吃有一个小要求。需要在这里提醒大家。对，没错，因为这个荸荠它会长在这个水田里面，像水田里面呢，寄生虫比较多，寄生虫细菌都很多。所以小的时候我们被吃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，大人看不见我们就生吃，然后家里人就会告诉你，一定回去以后洗干净，而且呢还要用热水烫一烫，把那些对烫一烫，把那个就是用热水呢，把那些细菌尤其一些虫子它就跟咱人一样，不耐高温，烫一下它就死掉了，所以这样呢，防止一些肠道的寄生虫病，还是应该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看，今天我们这边是把它做成这种肉馅的，一起配起来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一会儿我们估计也得把这个马蹄切成这个小肉丁，小碎丁，一块的和这个肉馅成一样的比例。那这边我们大厨给它泡着，然后呢，你要讲杀菌的话，也可以放点盐水。对，放点盐水也行。今天我们这就是盐水，把这个细菌杀一杀，把皮削下去。那你看这个马蹄，我以前最开始接触马蹄的时候，都是从这个扬州狮子头，里面有马蹄丁，咬起来的时候呢，它能够解腻，而且呢有脆感。是没错，在肉馅当中呢，它起到一点这个就解腻然后能吸收油脂，而且呢有脆爽的作用，可以疏松肉馅不那么死。总之都是狮子头里面，如果说不加马蹄的话，肯定不是正宗的扬州狮子头。那这个马蹄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？马蹄呢，实际上呢，它老百姓都能感觉到它比较脆，所以它比较凉一点，其实是凉性的。但是它的论营养来讲呢，它有一种矿物质比较多，就是磷元素。那么你像我们小时候呢就很爱吃它，原因呢就是说小孩子吃马蹄很好，因为马蹄里面呢，它这个磷多呢是促进小孩的这个骨骼生长的，能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，而且呢，磷比较多，磷元素就是钙、磷都是对骨骼比较好的。看到没有？现在我们说话间，大厨已经将我们这边的冬笋，包括香菇切成细丁了。对，这边我们把肉馅处理一下。对，好。刚才的配料我看到大厨有加一点葱姜，盐，然后来点胡椒粉。
加一个鸡蛋，加个鸡蛋的目的和馅儿，这个就跟我们做狮子头是一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是粘合吗？还是说让它更嫩爽？一个是粘合，起个嫩爽滑的作用。哎，这个口感非常的软嫩一些。那其实大叔我在想，那如果是咱在家里哈做一个普通的，比如说芹菜丸子，或者是做个普通的肉饼，是不是都应该放一个鸡蛋？如果放鸡蛋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它主要的更好体现在什么样的程度？它会让这个肉爽滑，口感有弹性。你再来回还有摔打，让它上劲。我们平时做包子的时候，做饺子也应该摔打馅，这样吃起来更紧厚。对，好，这个时候下入我们的冬笋丁和香菇丁。但是我在想，这个会不会比较麻烦？为什么不刚才直接把它放进去之后，我们一起来搅？因为单独打肉，它这个肉更加容易上劲。如果把这些辅料放在一起打，可能会慢一些。是不是这个就是因为它肉中它有这个本身的空隙比较，它因为它有油，它黏容易黏。而如果说有这些东西放进去，它可能有空隙，它不容易团起，不容易吸味儿了，是不是？对。这边大叔切这个马蹄，我就听着唰唰唰的声音，很像我们切这个白萝卜，或者说切这种质地的这个甘蔗的声音。对，很脆爽。而且你看切它的时候就能闻到那种清新的那种甜味。我们这边一起把这个荸荠切成小细丁放进去，一会儿大厨给它搅一搅。那其实说到这个荸荠，我想问一下大厨，你看它能加工成各种东西，比如说有一种荸荠粉，对，它那是属于是烘出来的还是烘干的？是把它压碎吗？烘干然后粉碎，烘干之后再粉碎。对。一般荸荠粉我们用来干嘛？荸荠粉比如说和面吗？我们会做到一些调味上的一些然后或者面然后是加到别的菜系里面，或者是勾芡或者是打芡的时候做羹一类的都可以的，都没问题。它那个比较透亮。这边油豆皮呢，我们之前还要用水来冲一下，然后放在里面泡一泡，是不是？稍微泡一下。好，铺一下它。我们把它铺到。油豆皮要泡一下，为什么？反正我们一会儿是煎，为什么要把它先泡一泡？因为泡一下，第一是我们起个清洗的作用，第二我们让它更加的充分的回软。回软以后，我们要更好的卷，好卷，就听你使唤。对，首先把这个豆皮给它铺上，然后呢，用个勺子给它平铺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但大叔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你看，我看你涂的时候呢，也不是很厚。对。吃起来会过瘾吗？当然过瘾，因为让它薄一点，因为我们卷起来的时候就很厚了。对，它要卷的时候会成一个，因为那个豆油皮是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就光吃到肉馅儿了。对，没错。但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卷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卷的时候呢感觉很少，但卷起来很大很粗壮，就像我们卷那个卷饼一样。是。所以说这时候你控制住，如果是这个很粗壮的话，估计你卷起来的时候就要露馅了。这边我们已经铺好了，然后就卷。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卷，轻轻的一点点的往下压。这时候就是卷饼了。对。尽量让它压得紧一点，好，然后再慢慢的慢慢的往前一点点的。如果你卷不好，家里有寿司帘子，用寿司帘可以寿司帘子当然更好，是不是很紧？帮忙。推上去就可以了。慢慢的一点点的卷上去。好，长长的一条。今天这个不该叫饼，应该叫卷儿，对，是不是？不过一会儿我估计切完之后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小的饼。对，现在看是个卷儿，好封口。接下来在锅中呢，我们放一点点油。来一点点油，今天我们用的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，这种油呢，大舅给你重磅推荐。我们这边把这个卷放进我们的锅中，简单煎一下它。这时候需要什么火力呢？小火来慢煎。这个油我发现量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，对，是不是？有一点类似于炸。如果说特别少的油的话，可能煎起来说你不容易掌握。对。哎呀，煎的金黄的，很有食欲。而且这时候就有肉香出来了。对，一定要小火。大厨，我想问，咱们这个反正也是炸，也是这种煎炸的过程哈。咱为什么一定要用油豆皮？用普通的鲜豆皮不可以吗？我们可以用鲜豆皮，还可以，比如说用豆腐皮都可以来代替。直接用干豆腐皮，对就可以。对，是。炸的皮好像更好吃一些，它那个咬起来有韧性，对，有韧劲因为放这个豆油皮吧，口感可能会更脆一些。咱们要脆外皮，对，那就是在煎的过程中呢，保证它外面的火力要刚刚好，里面的肉不老，外面的皮刚刚脆。是的，很棒哦。煎它的时候，你看哈，
你要注意各个面儿，因为它毕竟是个柱体，哎，它各个角度。我觉得其实看大厨煎这个卷儿的过程是一个生筋的过程，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很棒，这个而且荸荠有止渴生津的作用，还没吃就生津了。而且你看它油煎的时候呢，它这个里面的油会逼出来一些，好像外面的油反正越煎越多了。没错没错，但你得慢慢的靠干，直到这个靠到什么程度是我们刚刚好的，大家。感觉就是有点硬了。我们这边换一个熟的面板，然后呢给它改一个刀。哎，大一点切了是不是？对，好，大厨给您准备一个盘子，好摆进去。横切面很漂亮，横切面能够看到一点点星星点点的那个白颜色的，说不上是冬笋还是荸荠那个点儿，对，哎小碎粒，但是有这个热气腾腾的气冒出来。我感觉估计这个菜咬起来多一点，咬起来是不是应该是外脆然后内嫩的那种？那个荸荠还有点脆爽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没错，这道菜很简单，你看就煎一下卷一下就 OK 了。对，好，腌点肉馅儿，然后放一点荸荠就好了。没错没错。现在呢已经摆盘结束，不过还差一个点睛之笔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吃它的时候呢，如果觉得有点油腻，哎怎么办？调一个味汁，来点蒜，来一点点糖，对，一点盐，对，胡椒粉，来这么一点点，好，来一点酱油，生抽，很鲜的生抽。好了，汁儿已经调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等着你哈，在家里的时候呢，蘸着这个汁儿来吃。估计你觉得这个咸，或者是淡，你自己来靠这个汁来把握。但我觉得这么吃就已经很棒了。还，咱们现在三位为大家来尝一尝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一起尝一尝，尝一尝喽。可以说是经过一番努力，是不是？我也要蘸点汁儿，因为我的口味现在重一点。好，很脆，外面。对，马蹄的清香在里面啊，咬起来滋滋叫。而且脆爽的。如果没有马蹄，吃起来的时候，里面的肉会有点粗糙，单调。到时候这道菜最大的一个难点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最大的一个难点，其实我觉得，第一个，一定要把它卷紧，要不然煎的时候就会散掉。对。第二个就是煎的时候火一定要小，要小火。对，要不然的话外面都煎糊了，里面还不熟。这个看上去平常，但是吃起来的时候它是多层的，因为一层脆皮里面还有一层肉馅，肉馅里面还有这个荸荠，包括这个冬笋，然后里面还有一层嫩嫩的这个油豆皮儿。对，吃起来的时候感觉味道呢很丰富。想尝一尝用马蹄做的这种小饼的话，在家里可以试一试。刚才这个小饼吃起来真是太过瘾了，外面的皮脆脆的，里面的马蹄也是脆脆的，外面这个皮煎的这个焦香的，里面的肉也很香。哎，马蹄真的很好吃哈！今天我们大厨要马上给您带来第二道跟马蹄有关的菜品了，您呢要跟着大厨学，名字是什么？马蹄烧汁鸡腿菇。马蹄烧汁鸡腿菇，现在开始操作。制作马蹄烧汁鸡腿菇需要的原料是富含氨基酸的鸡腿菇、新鲜的虾仁儿、清脆的马蹄。这边我们还要把这个小配料油菜鸡一烫，好，加一点点油。加油的目的是色泽更亮，色泽更亮一点，不容易被氧化。好，提一提亮。平时在家如果说烫这种绿叶蔬菜的话，建议大家不要烫太久。对，是不是？这样不会破坏营养。但是呢，放一点油是不错的，放一点油可以保住维生素，因为这个油可以在这个植物表面啊形成一层膜，所以这层膜呢就保住维生素不流出来，所以呢还是很好的一个方法。没错。好，这边我们简单烫一下，一会儿它取出来，摆在盘子上。今天我们的油菜鸡只是一个搭配摆盘的一个装饰哈。我们这边呢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的鸡腿菇，包括我们这边这个马蹄，削好的，削好马蹄。我想问一下老师，这个鸡腿菇有什么样的营养？鸡腿菇呢是非常素的一个素食，那么实际上呢，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呢跟咱的肉是一样多的，跟肉是一样多的蛋白质，都是20%左右的蛋白质，所以是高蛋白的。而且呢，现在鸡腿菇呢，它因为鲜味比较多，氨基酸含量高，所以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它呢做一些这个荤菜啊，里面做搭配，或者是呢素菜当中，我们把它当做肉来用。它是素食中的肉，是不是？素食当中的肉，像植物肉一样。植物肉一样。其实你要说到氨基酸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这个菌菇啊被我们提上日程了。对。
喝菌汤，然后吃菌包，没错然后炒菜，就是因为里面的氨基酸很平衡，哎，而且有10多种氨基酸，是对，各种没错。咱们人体需要的氨基酸一共有20种，菌菇类几乎全有。这边我们把这个鸡腿骨也要烫一下，鸡腿骨要烫一下，我们需要给它改刀，稍微开一下口。因为它底部这个太粗壮，对，开口利于它里面这个水呢进去烫一烫里面，不然的话烫的会不彻底。对。菌菇类的东西呢，因为它里面呢会有一些这个让我们治过敏的物质，还有一些生物碱类的，所以最好呢在水中呢能烫个10分钟左右，久一点比较好一些。对，大叔想问一下您，这个鸡腿骨我们一般挑的时候该怎么挑呢？像这样的，颜色非常，白色不要有，但是要带一点暗黄，对，有一点点暗，稍微有一点，不要有就是发黑或者烂掉的这个痕迹，有腐烂的地方就不好了。腐烂的对，这个就是很坚挺，很棒，很坚挺，这样就可以。而且我感觉这个鸡腿骨是不是这个腿越长啊，越胖是不是越好？会是吗？就是越粗壮的，越粗壮的是不是感觉肉也厚？也不是，也不是这样，也不是。小鸡腿骨也一样好吃。那我买鸡腿骨的时候有一个误区，我老喜欢挑那个比较粗大一些，对，感觉就对，感觉有一点这个肉的感觉。我们这边马蹄好也已经给大家削好了。那其实说到这个马蹄，你看我们冬天吃火锅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建议，如果说吃火锅，尤其重庆火锅怕上火，是吃点马蹄，吃点冬瓜。这个有火锅的底料当中，我们会加一些马蹄，然后加一些这个冬瓜呀，或者是一些青菜类的东西，好像在锅底当中打底，或者加一些枸杞、大枣什么的。实际上加马蹄最主要的作用是干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不上火。那么因为咱们吃的肉食啊，这些经过涮煮的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，尤其是像狗肉啊这些热性很大的羊肉，我们都需要一些凉性的食材呢，给它降火。对，所以荸荠呢就是很好的降火的作用。荸荠就是马蹄。对，而且呢，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马蹄呢，它里面就发现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荸荠膺，就叫荸荠膺。那么这个荸荠膺呢，有很好的抗衰老、防癌的效果，而且呢还能够帮我们降压。那么，甚至呢，有的人认为呢，这个荸荠膺呢，它里面还有一些抗菌消炎的作用。比如说你像你拉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或者是呢，最近细菌比较流行的时候，像流感到来的时候啊，吃一点荸荠还能抗感冒。哎呦，还能抗感冒。对对对。哎呦，这个真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功效，就是这个荸荠膺在起作用。秋冬季节，尤其这个季节，经常流感的高发期，你在家里的时候适当哈做菜的时候搭配一点。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那种胃肠型的感冒，就是前2天有感冒的人就吐、上吐下泻，其实呢也是有点发烧，是感冒的做影响了胃肠道，所以我们就吃点荸荠啊，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食材了。没错，就是马蹄。刚才教你的这道菜你要学会，这道菜呢也要睁大眼睛来学。我们这边大厨呢剁的是虾仁，对，包括我们这边加点肥肉膘，少加一点，不要多。这个我们要是用来干嘛？用来做肉末吗？做馅儿。对，就是我们一会儿的时候要，这道菜也是一个什么样的菜？我们把它做成虾胶，然后晾到鸡腿骨里面，然后我们用烧汁来焗。这边我们要把这个虾切到很碎很碎的这种馅儿吗？对。就是碎的虾胶，虾胶就是把它剁成很碎的沫儿，然后起胶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要把它剁成泥。天哪，你看这个打上劲。这个剁的过程我就觉得好，真的是需要一番这个功力的，一直剁，直到摸起来的时候都已经像有胶质了，顺滑。对，就最好了。好，现在就可以了，这差不多了。对，好，挺久的，放在这边我们备用。好。我们的鸡腿骨还需要再烫一会儿，稍微再煮一下。我们要把它烫到全熟。对，让它更加的软烂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虾胶我们调一下味儿。虾胶 OK， 来一点点盐。这个盐1小勺就行。对，胡椒粉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来一点蛋清，也要来蛋清。对。其实但凡是我们在家里做馅儿，都应该加个鸡蛋。对。是这样吃起来的时候呢，会感觉比较不错。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厨，一般我们有的是加蛋清，有的是加全蛋，那这个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那比如呢？你比如说刚才我做的这个，刚才这个卷儿，对，卷儿我们放的是全蛋，现在我这个虾胶放的是蛋清，你就食材的不同而选择，因为放虾胶吧，放蛋清它颜色出来
素的颜色。对哦，就是白白的怕这个黄颜色的这个鸡蛋影响了整体嗯白肉的这种色彩。对对对那明白了，大概海鲜包括鸡肉的话都不应该放放蛋黄。蛋黄。对对如果是红肉的话，我们就无所谓了。对，打一打它。打上劲儿的过程，其实就是目的使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呢，有弹的感觉。对，我们这时候还是不加马蹄吗？不加还是跟刚才做馅儿一样，对先把这个肉上好馅儿之后，我们再把马蹄加进去。对那今天我们的马蹄是不是也要切成那种超细的那种碎泥，对，变成马蹄泥？马蹄泥。这边我们把马蹄呢也切成小细末。对今天我们要搭配这些虾胶进去的，大概要多少马蹄呢？大概就是2、3个就可以2、3颗就行，对那是纯配料对，配料。对所以就放了一点点马蹄。就可以了，2、3颗。现在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加一点点淀粉。这个加淀粉的目的是让它怎么样？让它粘稠，更稠一点儿对，。起个粘性的作用，然后更加的嫩滑、Q 弹。这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之前考虑给这个虾胶调味的时候，就应该考虑好我们的马蹄，因为这时候一次性调味之前，我们加马蹄之后就不用再调什么盐之类的调味了。对那个时候你就要根据虾，包括我们这边马蹄的比例来选择什么样的调味对，没错。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其实马蹄味道很清淡的，只有点虾的味道就可以。没错，虾有一点点底味就 OK 了。拌好了之后，咱们就开始正式的开始酿了。现在开始酿，是不是？对我们酿的时候是在这个鸡腿的根部给它抛开，对我们上面就不抛开，因为太细了。对，好，塞进去。这个我在想哈，它这个肉馅儿，是需要一点点就可以。对，不要一太旦多出来一点儿，我们这道菜呢就会凸显的这个外面呢四周特别的脏兮兮的，给人感觉成菜的效果不好看。是的，一点儿就可以了。放少量的馅儿进去。没错，你叫我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这道菜选这个做这道菜的我们的鸡腿骨，还真的选那种粗壮的，粗一点。不然的话酿起来的时候，它太细了，就太细塞不到多少馅儿。酿不进去多少东西。还差最后一个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锅中来这么一点点底油。我想说，大厨哈，我们一会儿是要煎一下它。对，那煎的时候，我们是一点点油就可以，还是说需要一点带点煎炸的色彩？一点点油就可以了，一点点就可以不要太多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 OK 了。这边我们把所有的鸡腿骨全都酿进我们的虾胶以及我们的荸荠之后，一起放入锅中，然后把火微微的开到一个中小火对，就可以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调一个味汁，一块儿站起来吃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烧汁。烧汁。对，我们加点料酒。料酒。这个料酒大概要多少大概30克。 ？30克是几勺呢？30克大概就是5勺。 5勺。然后我们这边这个生抽，生抽大概是大概15克。 15克。对，最重要还有我们的烧汁，那就是2勺半的生抽。这个，哎，等，但是这个是什么汁？烧汁。这个烧汁是在超市中能买到的吗？啊，都有卖。这个烧汁是做什么的烧汁？啊，这个烧汁就是一种酱油。那大厨，这个烧汁我们用的比例有多少？烧汁大概也得30克。 30克，那就是说我们烧汁以及刚才最先放进去的料酒都是5勺，然后我们这边的生抽呢恰巧是一半，是2勺半就可以了。哎，2比1比2，我们这一碗烧汁就 OK 了。一会儿我们就靠它来调味，对，就没了。这道菜呢，我觉得哈，它火候掌握很关键，你一定要记得是中小火，大火的话你操作不好，容易是那边糊，你这边还翻不过来，你知道？是啊，没错，太滑溜了。你着急，这道菜做的时候肯定要着急的。我觉得好像已经好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倒入我们的烧汁，煎到差不多已经成熟的程度，对，烧汁淋上去，对，其实看一下那个虾，微微一发红，那肯定就好了。没错。这个烧汁，我想说，我们倒进去之后呢，火力不需要改，稍微中火就可以，中火就可以。对，好，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烧的差不多呢？来，我们把汁几乎慢慢的收干了，收浓了就可以。收浓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好，哇，太棒了！现在它已经成型了，所以说你可以随便在锅中翻动它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了。好嘞，可以。出锅。烧好了之后，表面上这个汁已经浓的有点像酱了，附着在我们这个鸡腿骨的外皮。
太棒了！这是一道怎么讲很有创意的一道菜，而且看上去造型呢这么可爱。我感觉今天咱做的2道菜好像都是宴会级的菜品。没错，而且我更觉得这种形荸荠，我们家吃的方式，我觉得我家吃荸荠的方式好老土哦。哦，直接切就吃了吧。切，或者是直接我们就做狮子头啊，简单的。哦，最简或者单的。或者说做这个，哎，我们平时说用荸荠粉。哦，喝荸荠粉那种。对，像我吃起来就更简单了，直接生吃就好了。太香了。出锅的这一刻，你能闻到一点点菌菇被煎过的味道。但我觉得这个烧汁它的味道飘出来的有一点点像什么？有点焦糖味。是不是？是，有点焦糖味。好，上桌了。我们美味的这边这个，我们这个菜名字是什么了？我一直有点疑惑。马蹄烧汁鸡腿菇，马蹄烧汁鸡腿菇，对，马蹄呢是在里面作为一个小配料，但是我估计我吃起来的时候，马蹄它的口感会体现出来。我现在尝一尝，来，赶快尝一尝，一起喽。很粗壮哎，这个酱非常的又鲜又甜。吃它的时候，咬起来说实话，因为它那个蘑菇呢是有纤维的。你要竖着咬的话吃不到虾，你要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呢，你发现斩断这个纤维的过程，往往就是最快乐、最刺激的过程。对，但能吃到一点这个淡淡的荸荠在这个虾里面的感觉。对，非常脆，它这个融合在一起，你这种食材口感特别好。